今天这么好天气，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样煎鸭胸，用一个一般人也可以用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鸭胸。我们今天准备了2副鸭胸啊，这油不要倒掉，炸薯条超赞。今天就用这个杏桃酱，看我们能不能做出比较没有层次的鸭胸。没有层次的鸭胸就长这样。我们要拿来装逼的盐。帮你看一个鸭胸，如果他敢这样子切的话，表示他对自己煎的功夫是有一点信心的。没有层次，就都很嫩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到火星主厨微微之旅。今天这么好天气，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样煎鸭胸。煎鸭胸呢，我觉得它其实跟煎牛排非常的像，只是有一点点操作上面不一样。那我们先处理配菜吧。首先，我们弄这是晚香玉笋。这个晚香玉笋它是夜来香的花苞，它会有一点清香味，然后吃起来很像芦笋，可是皮先把它刨掉，就先这样子简单的刨皮。它断了，表示它这边超老了，这个就算了，不要管它。这样。丝枝，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比较硬的地方把它切掉。其实你可以用折的啦，用折就知道说哪边是比较硬的，用折的就知道，硬的就不要了，不要去那边。我们今天因为它算是一个盘式，所以切比较长一点这样子。然后这个花苞的部分我们把它切对半。其实这个花苞它在做盘式的时候其实是很好看的，它就有点像是稻穗的这个形状一样。整理一下它的长度。这个笋都放这边，今天我想要让它比较完整一点，所以我们还是加一点淀粉类的东西在里面。那我今天准备的是马铃薯，一样要削皮。你用那种比较小的白玉马铃薯也可以。现在这个因为是美国马铃薯，我要把它切片来使用。那种的话就是你直接可能皮都不用削，你就直接切块，或者是像橘子这样子切啦，像苹果这样子切。这种马铃薯是很适合拿来煎炸，因为我们等一下鸭胸会有鸭油，鸭油跟马铃薯是非常搭的一个东西。我们马铃薯我们削完之后它就开始氧化变色，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就是过个水，这样就不会立刻变色。然后我们就来切片，我们就切这样，然后尽量切薄一点，大概0.5公分厚就好了。那有些 fine dining 比较讲究的话，这个马铃薯它就会把它先压好形状，然后再来切片，就会变得很漂亮的圆形。那我们不需要，我们在家里面简单一点就好了。让它泡水，至少要泡20分钟，要泡大概20几度的水啦，这样它等一下煎起来或是炸起来会比较好吃一点。我们今天准备了2副鸭胸啊，那这一副我昨天先拿出来，然后让它表面风干。那这一块就是没有风干过的，没有风干过的话，它就是比较皮，你看就是比较有弹性，对。然后风干过的就皮就会比较硬一点。那差别会在哪？就是煎的时候呢，风干过的它的皮会比较脆，然后没有风干过的它比较没那么脆。其实我觉得这很看个人喜好，像我自己是没有喜欢那么脆的鸭皮，那有些喜欢脆的鸭皮就要这种风干过的。那我们今天就一起试给大家看。这个鸭胸我们先要修清，那修清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毛啊之类的，你检查一下，有的话要处理掉。这边像这边就是有银皮啊，银皮这些的我们就要把它修掉，跟牛肉一样的概念。你也可以留着就是会比较咬劲。可是我们今天是贵族，我们不能口牙太好。这个多余的脂肪也是一样拿掉。这是我在大卖场买的啦，大卖场的鸭胸其实它已经修的差不多了，所以不会有那种很精彩的银皮。所以你就稍微的处理一下，应该就可以。这个就是有点吃进去的银皮，那你就要再看，等下再修它。我们先修外面就看得到的。如果有好好修银皮的话，那个鸭胸通常不会太便宜啊，费工，然后耗损也蛮多的。然后我们可以看，像这一面呢，这一面底下有一块很深的银皮，那你可以考虑把这一块整个拿掉。对，你也可以就是忍受这块银皮这样，我们就尽量啊，要不然整块鸭胸就没了。看一下有没有很深的，旁边的也把它拿掉。你不拿的话，就是口感会差一点点。可是我觉得以鸭胸的话，是说实在是还好，差不多这样子。你也可以把整块都拿掉，只是鸭胸就变成小块了。那我们就把这个边边多余的脂肪把它切掉。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放到锅子里面去炸油。这有一个血管，你就要考虑把它整个拿掉。然后如果你有看到血管，像这个血管就可以考虑整个把它抽掉之类的，因为血管里面比较多污染物质，容易感染的物质。好，这是一块修清的鸭胸，没有说修到很轻啊，可是我觉得差不多啦。这皮我们稍微把它弄平一点，因为你真空包之后会比较不平。对，我们检查一下，有没有那个鸭毛这些的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划刀。我个人的习惯，我划刀要划比较细一点，每个人不太一样。
要找一把够力的刀子，不然你会划得很痛苦。那划皮不要划到肉。那划刀这个东西呢，现在以一般来做鸭胸来说，已经不是一个必要的步骤，因为它就是为了让鸭油可以比较容易跑出来。现在你可以用舒肥的，可以用烤箱去烤它。如果不是像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只有煎而已的话，不一定要划，那只是让你的鸭油可以快速的出来。不然这一层皮油，你看其实它油脂很厚，这个油超厚的。如果你慢慢煎的话，会很慢。尤其是这个是没有风干过的，会更慢。就这样，没有画好的再补几刀啦，就处理好。它预处理就这样子，很简单。这个我们继续来修清它，银皮拿掉。我们先把那个边边不要脂肪修掉，像这种脂肪就多的，反正你上面看下去会露出来的这些，就是把它切掉。风干过就很好划刀。哦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就这2块，看起来颜色就其实有点不一样。如果你想要它保水度、鸭胸很嫩的话，我会建议用舒肥方式是最好的方式。还有另外就是先煎后烤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那可是不是大家家里面都有这么适合的烤箱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用一个一般人也可以用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鸭胸。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 Gusto 的锅子，这个是智化铁锅。智化这工序呢是用氮来做表面处理，所以它就不会像一般的就是那种铁锅很容易会生锈。基本上一开始不需要开锅你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，就是洗干净了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，不需要在一个繁复的一个开锅过程。智化虽然它没有不粘的效果，不过我自己觉得通常有经过智化处理的锅子，粘黏的几率会低一点点。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一做的还不错，就是他们换的这个是木柄。然后这个小的是比较轻巧的，它这边还有一个可以倒的孔。它这个做法是它上面比较薄，下面比较厚，所以下面蓄热是没有问题的。上面的话呢，就是比较薄，会比较轻巧一点点。然后这个比较大的，因为它比较重，所以它又多了一个把手。你要拿锅子的时候呢，如果是今天是，譬如你煮汤啊什么的，你可以用这个把手去一起拿。我觉得它很不错，是它这个把手的部分呢，它这边是有一个铸铁件在这边的，所以它木头这个比较有质感的手把呢，离火源会有点距离，就不容易会这个烧焦。这2个炒锅呢都有附盖子，这个就会很方便。你要做煎饺啊，你要蒸蛋啊，你要炒青菜啊，都会有附一个玻璃的盖子，非常方便。而且上面这个质感，这个木头的质感也非常的好。然后你买炒锅的话呢，目前也有给这个平底的铲子，这个是一个过敏源的标识，就是如果你有用这个铲子去煮过，比如说虾子啊，有些人坚果啊什么过敏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用这样铲子，然后专门去处理会过敏的东西，这样就不会混用其他的铲子。然后另外他们最近还出了一个新的蓝钢锅，然后它的这个工序是旁边它是用拉伸的方式去做这个锅子，所以是底部厚，旁边宽。他们这个 Gusto 呢，因为怕说你铁锅会热，所以还附一个这个细胶饼在上面，可以让你不会就很烫。因为通常我们厨师啊都会准备一个毛巾来做这种。来拿这个锅子，那这个就不用。蓝钢锅呢，它看起来蓝蓝的，不是它有涂什么奇怪颜料，就是它是有喷植物油之后，它拿去烤箱里面烘烤，那它表面就形成一层油膜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在开锅啊这些的做保养的时候呢要做的事情。基本上你买了它也不需要直接开锅，你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，所以非常方便，不会像你每次去买那个铁锅回来就是要重新开锅啊什么的，然后。我知道我们群组里面很多人有开锅，很厉害开锅的经验。那蓝钢锅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它这次呢，它做了中间有一个这个凹槽，因为很多我们这种就是佛莱板啊这种铁锅、平底铁锅呢，我们在高温去使用的时候，尤其像你用 IH 炉啊这些的去使用的时候，它底下可能会变形，可能会凹，可能会凸，而且造成说你淋油上去啊这些，它就会跑来跑去。那这个就不会，它没有这个问题。对，它就是做这个时候，它比较不容易变形，就算有一点点变形了，它油也不会说就是全部溢散到旁边，或者全部集中在中间。所以它就是一直有在做一些改进啊、进化这些，我觉得很喜欢。然后这种铁锅我很喜欢，就是它可以整个就是进烤箱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煮一煮，东西煮好了，就整个放进这个烤箱里面。对，整个放进烤箱，当然这个细胶饼要拆掉了。对，煎牛排啊这些常常都会是整个锅就进去，我就不用再换另外一个烤盘之类的。对，一锅到底。
现在 Gusto 呢，他们有在直做募资，那大家可以点击下方链接呢去购买，就这个蓝钢的平底锅，还有这个中华炒锅，统统都有，就这样赞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煎鸭胸。煎鸭胸我一般都是冷锅，然后我通常会放一点油，对。可是今天还好，我想试看它到底会不会粘，对，所以我们就丢鸭油进去，那慢慢的我们弄出一点油来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鸡皮？鸡皮很会粘，鸭皮也很会粘。就通常因为很多人煎鸭胸都不粘锅啦，哦，看起来不会粘呢，不错。然后它设计了那个圆圆的一个凹的压痕，你这样可以看到它油到底会不会在那边。因为铁锅很薄，很容易变形。薄是它的好处啊，因为就是轻嘛。有时候锅子太厚，我自己也觉得拿起来很痛苦。好啦，那这些脂肪我就丢旁边，去让它那个慢慢的逼油出来。因为等一下我要这些油来弄薯条，那我就下锅了。没有风干过的鸭皮朝下，这是风干过的，稍微压一下，让它鸭皮可以完全贴合，然后用中小火，看有点上色哦，真的很快，上色了，有上色，我们就可以转中小火，慢慢逼出它的鸭油来，看鸭子很快就很多油了，这油不要倒掉啊，这油我觉得拿来炒菜非常的棒，炸薯条超赞的。这样子，我们就先翻面。翻面的时候要压一下。我自己煎鸭胸，我以前很喜欢，就是把油留在里面，慢慢用炸的，温度要控小一点，然后让它慢慢炸，就有点像在锅里面酥肥，可是那就要弄很久。那煎鸭胸就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，比煎牛排还要需要长去翻它，而且它也需要 rest。我们先把表面都煎上色，像这个已经因为它风干过，上色我觉得比较快一点。里面都上色，可是我不要让它煎太多，会太硬。差不多煎跟牛排差不多时间啦，我们就可以先把它拿起来，反复的去 rest 它。你就准备一个这样的架子，鸭胸皮朝上，鸭油先倒出来一些。第一次 rest 我们先让它 rest 5分钟。然后再把它放回来，现在继续把它拿回来煎。那一样是小火的煎呐，那要先皮朝下。那如果你不想要 rest 也可以，你就拼命的翻它，这样用小火慢慢来。怎么测熟度？等一下再教好了。大概每30秒换一面，30秒换一次面，看我们能不能做出比较没有层次的鸭胸。我自己喜欢吃的鸭胸是整个里面跟外面的熟度都不要差太多。渐层的，不要就是生熟分明的那种鸭胸，频繁的翻它，就不会有过熟的问题。因为我不喜欢外面太焦，外面太焦我觉得有点苦味。然后有些人会把那个油啊先留起来，然后用泼淋的。可是我觉得泼淋也是一个方法，可以让表面有在受热，就整个都有在受热啊。可是我觉得很累，所以我觉得就是频繁的翻它就可以了。然后旁边也把它稍微弄一下，就大概2-3个 cycle 之后，就要再拿起来 rest。通常这个时候啦，我们就可以丢烤箱去了。对，如果你今天有大的烤箱或者适合的烤箱的话，就可以丢烤箱，大概180度烤个8分钟，这种熟度就会比较均匀。可是你今天如果只有一个锅子，就只能这样子慢慢来。好。我们把它再放去 rest， 一样再 rest 5分钟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再让它 rest 的时间，我们就拿来炒配菜。原来的鸭油，我们放一点点奶油下去，火不要太大。然后这个晚香玉笋，我们把它放进去，一下去闻到那个香味。火不要太大。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盐。那我们今天要装逼一下，我们用这个盐之花。那我们撒一点点盐之花。那Gusto我觉得它那个圆圆的那个凹洞啊，的确是可以让油就是比较容易集中在中间，这样很容易就可以把它煎出我想要的东西了。晚上水煎到旁边有点焦焦的，像这个旁边有点焦焦的就可以了。然后先把它放旁边备用。我觉得它已经快到我要的熟度啊，我就是这样压的去测，可以这样子压压看。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。或者你有另外一个方法呢，可以拿一个金属叉子，插到它最厚的地方，从这边比较厚的地方这样插进去，插，
放数20秒，然后20秒拿出来碰你嘴唇，有热应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决定我就不要再弄它了，我就让它继续 rest。那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来煎马铃薯了，简单，这我会。我们把刚刚这个倒出来的鸭油再把它倒回来，再加一点点奶油，马铃薯水倒掉之后就一片片下去，不要一次放太多，不要让它重叠，这样子去煎它。有点像半煎炸的感觉，这样煎到它有点金黄的就可以了。像这一块应该就是可以了，有一点点焦焦的，可以的，我们就先把它拿起来。好，这样薯片也完成了。那我们再把这些鸭油再回去收集起来。那我们来做酱，今天就用这个杏桃酱。通常很多人用柑橘、野莓、覆盆莓啊、蓝莓啊这些的酱，鸭胸它本身会有一点点比较接近红肉的一些血味、腥味，他们都会用这种比较偏红色，然后野性比较强的莓果酱，或是水果，或是柑橘类的，然后加上酒去炙烧这样。可是我今天很懒，想用杏桃酱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配水蜜桃，其实杏桃这些桃子类都很好吃。把里面的酒精烧掉，好，它也快要烧干了，然后加果酱，爆，然后再加一点点水，火关小一点，让果酱溶掉。然后这个我们酱刚刚煮过了，酱也融化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奶油加下去。这时候火要关哦，关火，这样慢慢让它融化。然后顺便把这个我们刚刚煎鸭胸啊锅子那边粘黏的东西刮下来。然后可以看到这个酱汁的浓稠度已经到了，我们可以这样子画，是会留下痕迹的，这样可以了。那如果你要酱漂亮一点的话，你就可以拿去过滤一下，会比较漂亮。我想要让人家有一点猜不出来里面有什么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就不要把它过滤得太干净。这样酱也完成了。那我们来看鸭胸到底有没有熟，其实我也不太确定，应该有了。那很多人鸭胸喜欢这样切成这样一圈圈的，看起来比较多。那其实它的好处就是呢，你可以确认熟度。你切这一刀，你就确认它的熟度是不 OK， 你再拿回去煎一下。你看，这样脆脆的鸭皮。然后切的时候有一个诀窍，鸭皮朝下，然后我喜欢这样子斜斜的切。这样没有层次的鸭胸就长这样。可是你看它看起来其实还是有汁水，可是它颜色很接近的，都一样的，没有红红的，只是肌红蛋白也还没有凝固。这个是没有风干的，这个是风干过的。那一样，风干过的鸭皮会比较脆一点，摸起来就有一点差异啦，是比较酥一点的感觉。那一样翻过来，给它一刀，这个颜色。鸭胸我都会建议就是弄到这样，不要太红，我觉得比较危险一点，毕竟它是禽类。这样子我们刚刚就是用那个饭针去测，目前是我觉得最好的方法。还有就是测温度啊，你插温度计也是可以的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摆盘的话呢，我们刚刚煎过这个焦香的马铃薯，晚香玉笋，然后我们的酱在比较冷却之后，颜色就会变得比较不一样。然后会放一点点要在底下鸭胸要放的地方，这个是风干过的，没风干的，然后再把剩下的晚香玉稍微做一下装饰。我们要拿来装逼的盐之花，撒一点在鸭胸上面。这样你在吃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一点 crunchy 的口感，脆脆的口感，然后撒一点在这个上面，然后最后呢，放一点点在旁边，撒一点点胡椒，给它一点点香气就好，不用太多。这样鸭胸就完成了。我们来吃鸭胸。鸭胸，我们先吃这个没有风干的
我们先不要沾太多酱，我们沾一点点帅气很贵的盐渍花。没有层次，整个都很嫩。刚刚你看一个鸭胸，如果它敢这样子切的话，表示他对自己煎的功夫是有一点信心的。看起来好像颜色都变了哦，可是它其实不会，完全不会太硬，非常的软。然后加一点这个果酱，杏桃酱真的很搭。很多人觉得鸭胸有一些油脂啊比较油腻，它其实胸是瘦的，它并不会让你那个油腻的味道就卡到你，不会觉得腻。然后你加一些甜的、酸的味道，其实都很适合它，都很适合搭鸭胸。然后再来就是马铃薯，马铃薯我故意把它煎的不是那么脆，是比较软的，有一点点湿的，就是软的，不是脆的。马铃薯吸的鸭油真的很香，表面有点点微焦，带一点点微苦，很赞。然后我来吃吃看风干过的皮就比较粗一点。你就可以大口吃啊，就不用在那边切那么小。跟我有什么不一样？没有风干过的话，它底下的这个皮下的脂肪会比较软一点，就上面是酥的，下面是软的。可是如果是这种风干过的话，整个都是酥的，那皮吃起来有点像是炸鸡皮的。那我随便切一切就下来了。甜的话，这个比较甜，因为它底下有点脂肪。可是香的话是这个风干过会比较香，吃起来不一样，就看个人习惯。那你也可以像我一样煎2块。任吃2块还可以啊。那我今天用这个 Gusto 的锅子啊，用它这个平底锅来煎的话，我觉得好处就是导热很快，而且还蛮平均的，比想象中平均。导热很快，所以我要控温，它的反应时间很快。那厚的锅子的话，它的确蓄热比较好，可是它的你在控温的反应就比较慢一点点。这个环呢，平均的散布的话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。然后再就是它完全不会粘，因为它已经经过它的那个栏杆的这个喷油处理了，所以你不用开锅，直接可以去使用它。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。一个铁锅来说，通常大家都要养啊，养到一个程度，然后开锅开坏了，养锅养坏了，又要再重来，又要再重新烧锅这样子，这样实在是有时候有点耗时啦。虽然有些人把它当兴趣来做，我是觉得也 OK。对，不过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都可以使用的铁锅，而且还有一个不粘的效果在那边。觉得很不错，然后我觉得煎鸭胸不是很难啊，就是你不要太大火，然后频繁的去翻它，然后花一点点时间。对，好吃的东西就是值得你花一点时间去处理，就是煎出这样子粉嫩的，然后不要有太多红色的，我觉得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口感的鸭胸。然后尽量把外面的筋膜修掉，你吃下去的时候口感就会很好。那 Gusto 的锅子呢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资讯栏的连结里面，他们现在有在做这次的募资，早鸟优惠非常的优惠。大家支持一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忙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抖内，然后加我们频道会员买鸭胸的钱，拜托。看我今天都买不起果酱，买不起蓝莓酱，我只买得起那个杏桃酱，可怜啊！你看我没有放，人家放一堆大蒜、迷迭香、百里香，我也放，也买不起大蒜。大家加入我们频道会员，频道会员之后会有惊喜，相信我。可以加我们赖社群下一下，里面有很多奇怪的人，他们一天到晚讨论要怎么煎鸭胸。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